失败，不能允许。站起来，站起来，杀掉眼前的绿者，杀掉绿者，权限申请。还要继续吗 ，Vita？ 现在你应该也体会了我的全能。如果你不肯放弃，我会一直跟你对峙下去。确实，你的这份力量诞生于双生世界炮的特殊环境，显现出了两种截然相反的特质。不，与其说是与这些有关，倒不如说是你的个人经历使然。创生与凋零，对你来说还真是恰如其分的能力呢。如果可以的话，我不想对任何人施予第二种全能。原来如此，那时他选择一个人和我对峙，是因为……难怪他的态度发生了微妙的变化。哼，即使获得了这般超越凡人的力量，你却还是对所有人都这么温柔呢。杀掉绿者。Vita， 不可失败。好吧，那么我也只能继续应战了。索，杀掉绿者。杀了他！啊，你可真吵呀！啊，删除。终于清静了呢。Vita， 别担心，希儿，我们已经不用再战斗了。因为我根本就不是什么索。我还是那个最爱你们的 Vita。你说你不是索，这究竟是什么意思？哈哈，你的表情真有意思啊！之前那种严肃的样子，只是你为了在那个希儿面前表现得更加坚强，故意摆出的架子吧？现在的神情才是那个可爱的希儿嘛！啊，不过刚刚那种凶巴巴的样子也别样可爱哦。如果你是故意想让我放松警惕……哎呀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你别生气，我这不是正要跟你好好解释吗？我们之间又没有什么深仇大恨，给一个解释的机会不过分吧？你怎么可以这么说？我的同伴，还有2个世界的生灵，你明明……哦，他们呀。反正你已经知道将他们带回来的方法了，不是吗？看来我猜对了，另一位希儿就是去帮你做相应的准备了吧？我承认你有手下留情 ，Vita。如果不是这样，我也没有机会利用自己的绿者全能，想办法将那些被你抹除了存在的生灵带回世界。真正的死亡意味着意识永久的消散，那将是死之绿者的全能也无法逆转的结果。死之绿者，总觉得这个名称不太健康和阳光，有些不适合你呢。不如叫死生之绿者吧。
死生之律者。比起让什么东西凋零死去，让周围的一切变得生意盎然，才更像希尔尼啊。维塔，不，律者的名称并不重要。比起这个，我还是担心，光靠我的全能，还不足以浮除扎根于世界炮的规则，那是我也不能理解的全能。但我明白，只要它还存在，这里，岩雪圣城、沙铁国度乃至其他世界炮的生灵们，迟早还会经历灭顶之灾。关于这个，我可以告诉你啊，所谓缩的规则，是愿望。愿望就是缩设下的规则。愿望，在植入了规则的世界中，人们的某些愿望会逐渐化为现实，就像你刚才说的，不合常理，却又确实存在。你刚才推理中的唯一错误，就是颠倒了这一层因果。岩雪圣城的人们相信有引渡生死的贤者存在，贤者会将死者带往死后的世界。于是，沙铁国度的世界就此诞生。而沙铁国度的魂灵相信贤者会使他们复生，和圣城的生者再次团聚。于是两个世界开始交错纠缠，逐渐融为一体。但这种融合，却是世界毁灭的开始。两个世界的毁灭，就像被雷管起爆的炸药，会释放巨大的能量，而这些能量，最终都会汇聚到梭那里。所以我说了嘛，你基本猜对了一切。可是，梭怎么能确定世界炮中的一切，尤其是人们的想法，会如同他预料的那般运作呢？很简单呀，因为梭很了解人性，与至亲至爱之人生离死别，会感到痛苦，这是人性；想要与分开的亲人、爱人再次相聚，这是人性；不愿放弃习以为常的生活，这是人性；贪图享受，渴望不劳而获，这也是人性。人性不因世代而改变，即使在世界交融、一切毁灭之后，只要新的萌芽再次滋长，类似的故事就会再一次上演。只要人们的愿望存在一个小小的公约数，他们就会自行将其放大，并最终实践梭的规则。所以，在这里，愿望化为了月岩，化作了高塔；而在凋零之星，愿望又化成了他们的心岩。就是这样，他们无比渴求一种新的能源。如果不能找到这种能源，他们的文明终将枯萎凋谢。于是，规则回应了他们的愿望。当愿望产生的心岩越多，世界炮的膨胀也就越发剧烈。所以，只要时间一到，你看，无论具体形式如何，梭总能得到他想要的。究其根本，生命的存在必然会产生愿望。即便是虫豸也会想要高飞，即便是花草也会想要生长，即便是只有虫草花木的世界，也会在梭的意志下，在愿望的驱动下不断膨胀。不知道米斯特林有没有跟你们说过，他对生命有一套自己的理解，我觉得很有意思。他觉得凡是能自知成长的存在都可谓之生命。我基本上认同他这个观点，不过还是想要做一些小小的修改。我认为自知成长也可以认为就是拥有愿望，而愿望的本质，或者说生命的本质，是膨胀。在这一点上，唯有这一点上，我非常认同我曾经的无上之主梭。维塔，如果你真的不是梭，那你究竟是谁？
我是……啊，我怎么又不知不觉就睡着了？是吗？看来是他的意志太久没有对我耳语了，没有播撒的指示，没有巡视的指示，没有清扫的指示，所以我便只能陷入睡眠。但这又是为什么呢？话说回来，我为什么会思考这些呢？我是谁？我我想去那里，我想做那件事，我想要见到那个人。是，代理人收到指令，代理人即将出发，谨遵你的意志。索。要靠我自己来争取。怎么样？你这边已经处理完了吗？清扫进度已完成97%，阻塞重置的要因已经排除。喂喂，马拉小姐，这里就我们2个人，没必要用这么公事公办的口吻说话吧？那倒也是。这次咱们的运气不错，可以不用大费周章的搜刮，或者是加速它的毁灭了。说起来，你觉得这个世界炮的使用寿命还有10000次吗？那关我什么事？清扫才是我这个清洁员的本职工作，除此之外的事和我毫无关系。那么，你准备什么时候开始实行那个清洁员逃离计划呢？你已经知道了。马拉博士，我可是从来没有小看过你，希望你也能如此对我呢。你不是已经从他的意志那里获得了汲取世界炮能量的法门了吗？以你的智慧，即使不是在海中，也能办到同样的事吧？比如去往某个生机盎然的星球，去吮吸那里的一切。哪有那么容易？不要说难以捉摸的宇宙，
就连逃脱这清洁园的命运，也需要我赌上一切。那么，既然你已经知道的这么详细了，接下来是准备把这些告诉梭吗？回答我。马拉博士，你虽然是他的旧友，但是看起来你似乎并不了解现在的他呢。你以为他真的不知道你偷偷截留了自己的意识数据？你以为他真的不知道我也有了自己的人格？他无所不知，只是毫不在意。我不知道这个宇宙里除了植入规则外，究竟还有没有他在意的事情。哦，也许是躲避深渊吧。毕竟对第3行星和第4行星，他总是小心翼翼，只敢在边缘试探。原来如此。不过，我可以向你保证，我一定不会把你的计划特意上报，就当是回报你的人情了。人情？我知道，我的醒来并不是完全的偶然。谢谢你，马拉博士。我这么做，并不是为你。你和他，和以前的他，真的太像了。老实说，我很讨厌你，代理人。哎呀，能听到马拉博士少见的用这么不理性的措辞，还真是新鲜呢。不过，马拉博士，既然我们已经可以不加掩饰的坦诚相待，我希望你至少能叫我的名字呢。哦，这倒确实新鲜。你有名字？是的，这是我很早之前就想好的名字。你会是第一个听到它的人。还记得我跟你说过的那段回忆吗？在梭踏上前往海的旅程之前，难道说太阳系的第2行星，它的火种不会消失，它将在深空的某处再次发芽，并以我为根，在星与海的千界中屹立不倒，直抵深渊。我将舍弃过往的一切，愚蠢的记忆，肤浅的情感，可耻的失败。我将我的名字 Vita 再次摒弃。Vita， 你确定要用这个名字吗？我已经决定了。多好的名字啊！不觉得从它的声调里能听出生命的韵律吗？曾经一度被他抛弃的名字，将由我来继承。然后，终有一天，如何？暂时保密。所以，你其实是金星的幸存者维塔，在他成为量子之海的梭以后创造出来的分身、助手、代理人，随你用喜欢的说法吧。你看，我之前说自己是金星人，倒也不能算是在骗你们，对吧？你们金星的人们也曾经直面崩坏，对抗中烟之剑。是啊，虽然在我们的语言里，大家更习惯用深渊这个称呼，而我们的母星金星则被称为福楼沙，其实就是人类之家的意思。看来我们的文明不如你们的有诗意。金星、地球，多有内涵的名字呀！可是，维塔，怎
怎么啦？觉得我是在编故事吗？不，我是说，如果你真的不是让这个世界炮陷入危机的元凶，如果你真的只想要属于自己的自由，那你为什么还要助纣为虐，充当苏的帮凶？这一路上，你一直充当着我们的向导、伙伴，不知不觉间，我和苏莎娜都将你当成了可以信任的伙伴。绮罗前辈虽然总说我们天真，但我明白，他其实也对你有着同样的看法。而且，因为凋零之星的事情，他真心想要帮助你。甚至连米斯特林和普罗米修斯，还有希尔和石之掠者他们，也愿意相信你那好像漏洞百出的故事。是啊，在这一点上，即使是我也感到于心不忍呢。请认真一点，我们之间的战斗或许还没有结束。啊，好吧，我坦白，简单来说，我确实是个恶人。我想要获得自由，只作为我自己而活，不再是一道分身，不再对谁唯命是从，不再无法自己选择沉睡或是醒来。然而，想要获得这样的自由，对过去的我来说，无疑是天方夜谭。应该说，想要摆脱苏的掌控，摆脱那双我之前也用来观察你们的权势之眼，这可能是唯有神明才能做到的事。但我并不是神明，而只是他的模仿者掌中的一粒微尘，所以我必须等待时机。时机？难道说是指我们？没错。当然，在一切的开始，这个世界炮的规则因为高塔贤者的诞生出现稍许紊乱，你们这些外来者现身之时，我也只不过是来查看一眼而已。这对缩的规则而言，并不是什么大不了的问题。而你们，虽然你们或多或少有些特殊，但在我漫长的代理生涯中，也的确见过一些像你们这样的未知因素。不过，毕竟是无尽的重复勤务中难得一见的变数，我还是对你们产生了兴趣。所以，在经过了短暂的观察后，我决定现身跟随你们。事实证明，这为我带来了意想不到的好运。你们发现了双生世界炮的构造，通过了高塔贤者的试炼，接近了规则的真相，甚至找到并几乎实现了破解规则的方法。如果不是因为他察觉到了铺路计划的危险性，在那个节点，你们就已经逃离了规则的掌控。所以，米斯特林筑成的道路忽然崩塌，果然是因为缩的直接介入。没错，那也是我第一次意识到，你们或许会成为我通往自由之路的钥匙。于是，我毫不犹豫地将你们的计划，你们跨越中烟的过往，向梭河盘托出。这就是道路坍塌的时机能够如此精准的原因。毕竟，就像薛定谔对我造成的困扰一样，日理万机的梭一样很难精确操纵具体的事物。不，你为什么要这么做？如果你愿意，就明明可以和我们一起去往我们的世界生活下去。因为我看到了获得真正自由的机会。你看，作为代理人，我遵循梭的意志，巡视被植入了规则的世界炮。为此，我需要一定程度的全能，来应对各种状况。这些全能的来源自然是梭本身，但可想而知，梭对于付出的热情要远逊于榨取，而且他在这件事上有格外谨慎。比如，我从他那里获取到的力量，永远只是堪堪够用。你明白我要说什么了吧？你是为了获取更多的全能？嗯哼。如果在那个时候，我睁一只眼闭一只眼，放任你们离开，就只能再次迎接意味着任务结束的休眠，不知何年何月才能醒来。即使我去往你们的世界，这个结果也不会改变。梭想要捕捉我，
可比米斯特林捕捉你们要方便多了，毕竟我的确是他的分身嘛。所以，我不厌其烦地警告说，大家的计划将导致深渊为他带来毁灭。总之，这些危言耸听的确收获了效果。苏给了你更多的全能，多到超乎想象。还记得那句我爱你们吗？它也有这方面的含义哦。不过，后来发生的事情还真的超出了我原本的构想。没想到，你们居然能在全知的压迫下，反过来利用规则，创造出诞生于量子之海的律者。我们付出了巨大的牺牲。确实，不过想要获得超越常识的力量，就必然要付出常识之外的代价。正如你，也正如我。而到了最后，那本可以解决一切问题的杀手锏也没有奏效，留给他的选择就只剩下了3个：亲临至此，放弃这个世界跑，或者将更多的权限交付于我。而以我对所的了解，事已至此，他必然会选择最后这种。而结果嘛，就是造就了这个刚刚和你鏖战一场的我。怎么样，还不赖吧？也就是说，现在的你其实是最强的你。没错。在这场大戏的周末，我终于找到了机会，得以删除自己和苏的联系。就在刚刚，我走进你的那个瞬间，就像很久之前的他删除其他数据生命一样。我自由了，希儿，就像雏鸟初见朝阳，就像幼鱼破卵而出。而我想要做的第一件事，就是将事情的始末向让我重获新生的人倾诉，那就是你，希儿。我明白了，此刻的你确实对我们没有恶意。那么，接下来该怎么办呢？接下来，我要找回我的同伴们。接下来，我要找回这个世界的人们。当一切恢复如初，我们便会再次回到自己的家园。当我做这一切的时候，维塔，你会再阻挡在我的身前吗？希儿，我的朋友，希望你可以允许我这么称呼。无论你将去往何处，做些什么，你从我这里得到的将只会有感谢和祝福。我自认是一个恶人，从来都不会赎罪。作为梭的代理，我毁灭过很多文明，而这一次，既然大家根本没有死，那我就更不会有一丝一毫的歉疚。但我们之间的战斗的确结束了。但还有梭的规则。那个呀，你肯定不用再担心了。我刚才不是说过吗？你们原本的计划就足以拯救这个世界。而且刚刚和你战斗的时候，我所用的力量就来源于怨之牙，也就是埋藏于此的规则根基。它已经被你亲手斩断，世界已经被归还给了此处的生灵。啊，对了，当你去找你的朋友们时，记得要在正确的世界炮里找哦。规则虽然已经不复存在，但这个世界毕竟经历过它的塑形和改造，就像你们来时一样，不同的生命形式会被分拣到不同的世界炮里。不过这种分拣还挺随心所欲的，比如米斯特林他们，难道不应该被分配到沙铁国度吗？你看，规则即使全知，也远非全能呢。好了，希儿，欠你的解释我基本上都说清楚了。接下来我可要开始享受自己的自由人生了。维塔，明明经历过这么多次了，我好像还是很不擅长道别呢。那就长话短说吧。希
希儿，愿你在归途一路顺风。